你见过这么泄的女主吗？遇到危险拔腿就跑，能用钱躺平就绝不动手，一副惨遭社会毒打后的熟练手段。但行为上泄一点也就算了，但她的性格也相当古怪，是一个十分自恋的人，每日高强度夸赞自己2次，每次持续时间也不长，就12个小时而已。平时是个超级抖 S， 最喜欢对好欺负的人下手，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泄之魔女。女主名叫伊雷娜，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她如今这么泄，与成长环境密不可分。童年时她受到了一本魔女手札的启发，于是立志要成为一名魔女。可恶，魔女还行，千万不要往魔法少女发展呢。伊雷娜还真是个天才，年仅14岁就通过了魔术考试，成为了稀少的年轻见习魔女。不过想要成为真正的魔女还差最后一步，那就是找一位大魔女做导师。可这最后一步却异常艰难，因为她天赋太高，魔女们怕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但是伊雷娜剑走偏锋啊，她听说大森林里住着一名叫做星辰魔女的大佬，伊雷娜便立刻决定前往森林，准备见见这位传说中的魔女大佬。虽然一进森林就发现星辰魔女看起来不太聪明，但在魔法方面的能力确实不容小觑。她自称弗兰，对伊雷娜的来意了如指掌。作为一个顶级魔法大佬，他欣然答应了伊雷娜的拜师请求。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伊雷娜兴奋不已，但是天降大饼哪有这么好啃？1个月过去了，师傅不仅没有教伊雷娜任何实用魔法，反而把她当成佣人使唤，每天要么做饭，要么打扫卫生，活像组里被导师使唤的黑奴。如果只是这些，伊雷娜或许还能忍受，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忍不了一点儿。弗兰突然把伊雷娜叫到了屋外，他毫无征兆地来了一句，尝试一下打败我吧，然后对伊雷娜发起了攻击。伊雷娜吓了一跳，师傅何故揍我？他立刻抄起魔杖反击。尽管伊雷娜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但她也不是传说中魔女的对手啊。一番激战，伊雷娜一败涂地，失败的屈辱加上这1个月当牛做马，伊雷娜绷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下轮到弗兰慌了，他立刻解释，我真没打算揍哭你的。原来弗兰受伊雷娜的父母委托，让伊雷娜知道社会的残忍。弗兰本来打算拒绝他们，但奈何伊雷娜爸妈给的太多了，老师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得知真相的伊雷娜陷入了沉默。爹，您真是我亲爹。弗兰却告诉他，你太喜欢忍耐不好，遇到不开心的事要学会倾诉，从现在开始就要抛下忍耐，正式开始学习魔法吧。从这一天起，真正的修行开始了。要不怎么说伊雷娜是天才魔女呢？学习1年就能和老师不相上下，年仅15岁就能打败老师，成为当代最强魔女天才啦。当然大家伙都知道，这场战斗就是奇遇老师揍杰诺斯，放眼望去全是老师放的水。弗兰亲自为伊雷娜戴上了魔女胸针，他将徒弟命名为灰之魔女。伊雷娜出师后和老师告别，她迅速返回家中，向父母说了这个好消息，并表示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母亲对这个决定非常支持，但要求伊雷娜必须答应3件事。第一，遇到危险走为上策；第二，时刻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第三，回来的时候也要开开心心哦。伊雷娜将这3条要求铭记于心，最后在老父亲痛苦的泪水中踏上了属于她自己的旅程。离开家乡，伊雷娜首先来到了魔法使之国。听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它只有魔法使可以进入，所以从外部来看，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魁地奇球场。但是在伊雷娜还来不及欣赏城市的美景时，她就在空中遭遇了一场走祸。一位手忙脚乱的魔法师撞倒了她，幸好伊雷娜并无大碍，可肇事者却摔得不轻。幸运的是，女孩是个天然呆，她表示这点致命伤不碍事的。善良的伊雷娜拿出手帕帮对方擦血，然后她用时间魔法将房顶瓷砖恢复如初。搞定事情后，伊雷娜决定先去酒店一趟，她可是魔法师，肯定能得到酒店员工的善待。结果却是各大酒店都拒绝了她，这让伊雷娜百思不得其解。她只好找了一家破旧的旅店借宿，没想到旅店的前台竟然是撞到她的魔法师沙耶。伊雷娜原以为他会对帮助自己的人表示感谢，于是他以折扣价给伊雷娜安排了一间房间。安顿下来后，伊雷娜才发现自己代表魔法师身份的胸针不见了，难怪各大酒店都不愿意接待她。搜寻无果后，伊雷娜只好先回房间洗漱。
就在这时，沙耶突然来到了他的房间，伊莲娜差点把他当成偷窥狂处理，幸好沙耶的态度端正，他低声请求伊莲娜，希望他帮助自己通过魔术考试。面对他如此卑微的祈求，伊莲娜强忍 S 属性大爆发，他表示诚恳，我帮你。在伊莲娜的手把手指导下，沙耶进步神速，1天时间就学会了高难度的扫帚飞行技巧，进步的这么快，连伊莲娜都感到惊讶。不是芥子藏拙呢。假如某天你突然发现身边看起来非常乖巧可爱的小弟私底下背着你偷偷搞事，你会怎么处理他？伊莲娜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她通过超能力从邻居那里得知，她丢失的魔女胸针正是沙耶藏起来的。不仅如此，几天前的那场车祸也不是意外，而是沙耶有意为之。他其实是一个从别国骑扫帚飞来的魔法师，根本不需要伊莲娜的飞行教导。得知真相的伊莲娜非常生气，她找上了沙耶对峙，被揭穿的沙耶却流下了眼泪。原来他非常害怕寂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缠住伊莲娜，想让对方陪伴在自己身边。伊莲娜闻言弹了他一个脑瓜崩，人总是会孤独的，你要学会适应他呀。说着便拿出了自己的备用帽子送给沙耶，以后你感到寂寞时就看看这顶帽子，我始终都陪伴在你身边哟。伊莲娜的温柔最终治愈了沙耶。半年后，伊莲娜在报纸上得知，当年那个敏感脆弱的女孩沙耶最终以第1名的成绩通过了魔术测验，鼓励她一直前进的这是那名送她帽子的旅行魔女。离开城市的伊莲娜继续旅行，她途经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花海，花丛中的少女委托她将一捧鲜花送到她将要抵达的下一座城市。美丽的花朵让伊莲娜神清气爽，立刻便答应了请求。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这捧鲜花将会给她带来怎样的震撼。下一个城市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年轻的士兵挡住了伊莲娜的去路，他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带这捧花进城。突如其来的规定让伊莲娜手足无措，幸运的是一位老兵出面解围。原来花海中的花朵都有剧毒，对魔女无效，但对普通人有迷惑作用，一旦吸入就会变成被花蜜吸引的虫子，最后成为花海的养料。年轻士兵的妹妹也因此失踪，因此他们不能让伊莲娜带花朵进城。了解前因后果后，伊莲娜交出了花朵，但她仍然放心不下那片花海。第2天一早，她再次前往，看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年轻士兵无法抵挡花朵的诱惑，与已经化为养料的妹妹面对如此震撼的场景，伊莲娜无能为力，她立刻决定离开这里。在离开的路上，她看到更多被花朵迷惑的人们，他们都将被花海吞噬。有钱人家的奴隶少女的生活有多悲惨呢？每天不仅要照顾主人的生活，还要在需要时充当主人的性欲工具，即使犯一点错误也会遭受打骂。绝望的生活似乎没有尽头。幸运的是，这个家里不全是混蛋，家里的魔法师小少爷是个好人，他对父亲的恶行毫不知情。乐天派的他深深爱着家中的女仆尼诺，为了女仆他四处奔走，用魔法将幸福的记忆封存在罐子里，他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尼诺。伊莲娜在旅途中遇到了他，天真烂漫的小少爷便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听说小少爷家资巨富，伊莲娜顿时血气十足，她仿佛过年客气红包的小孩，假兮兮的推辞一番后就来到了对方家里。伊莲娜进门就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尼诺，由于一直受到痛苦生活的压抑，尼诺表现得非常拘谨，但小少爷对此毫不在意，他陪着尼诺去厨房准备午餐，快点吃完饭就可以送礼物了。这时村长这个脑满肥肠的家伙从里屋走了出来，刚刚见面，这个老流氓就色眯眯地盯着伊莲娜看。伊莲娜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十分不自在。吃完一顿饭之后，伊莲娜向村长询问了尼诺的身世。村长直言不讳地说他是奴隶，因为他不仅会干活，而且还长得好看，所以他就把他买下来了。这时尼诺过来给村长倒水，不小心把水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村长勃然大怒，当场就要动手。小少爷想替尼诺出头，结果被父亲骂了回去。正当关键时刻，伊莲娜掏出了魔杖，她把杖尖对准了村长，想动手，但犹豫了一下，她还是修复了水罐，使其恢复原样。村长吓得冷汗直冒，自己竟然差点得罪了魔女，赶紧换上了一副讨好的表情。风波暂时平息了。小少爷趁机向尼诺送出了礼物，瓶塞打开，珍藏的记忆涌了出来，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小少爷原以为这幸福的记忆一定会让尼诺开心起来，但事与愿违，
幸福的景象，反而引出了尼诺的痛哭。分别之际，伊莲娜发现尼诺的眼神中只剩下了死灰般的绝望。她不禁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冒险家为了让卧病在床的妻子开心，用魔法复制旅途中的美景给她看。可是看到这些景色的妻子并没有高兴，反而更加绝望了。是啊，她本可以忍受黑暗，那是因为她未曾见过光明，一旦见到了，很有可能再也走不出来了。破败的城市，满目的烟尘，漫天大雪淹没了脚下的废墟。这片荒废的风景就是伊莲娜旅途的下一站，一座毫无生机的死城。这里夹杂着雪花的寒风，把伊莲娜吹得瑟瑟发抖。她找到了全城唯一完整的城堡，敲了敲门，却发现无人回应，推门也推不开。难不成堂堂抖 S 卸魔女真的要冻死在这里吗？伊莲娜是什么人？不开门是吧？大门给你拆掉。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城堡。她在里面遇到了一名贵族小姐，对方不仅没有责怪她拆掉大门，还好吃好喝的款待她，这让拆门的卸魔女有些不好意思，只好默默的吃饭以示敬意。闲聊时，伊莲娜得知了一些情况。每逢夜晚，这座城市会出现一只名叫加百列的巨怪，它在城市内肆意游荡并吞噬所有生命，只有这座被结界保护的城堡是安全的。贵族小姐米拉就是在这座城堡中苏醒的，只是她失去了记忆，只有一封信告诉她，加百列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必须将其杀死。米拉本身是一名魔女，她打算邀请伊莲娜帮忙讨伐怪物，但伊莲娜当然是果断拒绝。拜托，帮你又没有好处，不干。她没有第一时间跑路，都是给足面子了。不过吃人嘴短，拒绝实在是拉不下脸，所以就帮米拉挖了个大坑，大到装个哥斯拉都绰绰有余。工程量不小，伊莲娜差点累死。夜幕再次降临，米拉正式向加百列发起挑战。她先靠着蛇皮走位引诱对方攻击，傻乎乎的加百列立马跟在她身后嗷嗷叫，然后他掉进了提前准备好的陷阱里。米拉占了上风，他没有掏出麻醉剂，反而果断开启暴走模式，风冰雷3属性混合攻击释放。这还不够爽，他还能出绝招无限剑制，剑云漫天，最终夺走了加百列的生命。米拉的记忆也在战斗中恢复了，原来她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而那只被她杀死的哥斯拉正是她的父亲。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公主爱上了王宫中的厨师，两人生出了私情，很快偷尝禁果，珠胎暗结。得知此事的老国王烧死了厨师，恋人的离世让孩子失去了父亲，崩溃的公主决定狠狠报复父亲。她诅咒老国王变成了哥斯拉，哥斯拉虽然意识还在，但无法控制身体的吞噬子民。公主自己也因诅咒失去了记忆。此刻完成复仇的米拉已经彻底疯狂了，她坐在桌边和不存在的爱人和孩子聊天。伊莲娜沉默地看完了故事结局，然后默默地骑着扫帚离开。这场悲剧对她而言无能为力。告别了绝望的女仆和疯狂的公主，伊莲娜终于来到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确实该阳光一点了，再迟到我就要阴暗爬行了。这座城市也是一个魔法城市，民众的饮食起居都跟魔法有脱不开的关系。城市中心耸立着一座魔法学院，伊莲娜对此非常感兴趣，打算进去看看，结果被门卫拦住。伊莲娜只好亮出自己的魔女身份，对方一见到这情况立刻道歉，然后又把她赶了出去。伊莲娜无趣的离开，但在路上被几个看起来像学生的人挡住了去路。他们正是魔法学院的学生，而他们的老师伊莲娜的师傅星辰魔女弗兰也在其中。久别重逢的师徒二人自然要先寒暄一阵。弗兰老师以来都来了的态度向伊莲娜提出了邀请，干脆你来学校给我当2天助教吧。伊莲娜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学生们对这位年龄相仿的大师姐也是非常欢迎的，纷纷向她提出了各种问题。伊莲娜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教学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与弗兰老师的配合，不断的冰冻和解冻一条鱼。没事吧你？面对学生们提问的问题，耐心解答男生的问题，对女同学则是直接贴贴亲亲。糟了，女童的事情我开始藏不住了。愉快的教学生活让伊莲娜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多么热爱魔法，就像她热爱旅行一样。弗兰老师对她的成长感到非常欣慰，师徒俩共度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离开的日子。
伊莲娜不喜欢分别，所以决定偷偷溜走。但她刚走出城门，一朵像花瓣制成的蝴蝶轻轻飘落在她的手心，抬头望去，哇，是漫天的花雨。原来是弗兰老师和学生们为她准备的惊喜呀。弗兰笑着说，我们没法阻止你踏上旅途，所以不如开心的告别吧。大家纷纷祝福她旅途顺利。伊莲娜被大家的祝福暖到了心里。对呀，她四处旅行就是为了开心，而现在的她非常开心呢。这个国家简直就是太特别了，只要进入国境就不能说谎话，哪怕把谎言写在纸上，它也会自动变成真实的话语。这种环境让人们过上了诚实的生活，每个人都能自豪地宣称我心我行，清澈如明镜，所有的言行都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你以为这里的人都是高洁之人，那你可就错了。诚实之国的真实情况，从门卫小哥的举止中就能大致猜到。没错，这里实际上是聋哑人之国。人们为了避免实话带来的麻烦，纷纷选择用手语交流。如果有人张口说话，结果就会像这两位老哥一样，笑眯眯的就要在街头打起来的样子。伊莲娜根本没打算出手干涉，但是另一位魔女突然从天而降，一记重击把这两个老哥定在原地。她就是当年缠着伊莲娜的魔法师沙耶，现在她已经升级成了魔女了，并且加入了魔法统筹协会。今天来这里是为了执行协会派遣的任务，久别重逢总是令人欣喜的事情。沙耶却表现得异常激动，他主动拉起橘色大旗，疯狂和伊莲娜贴贴抱抱，甚至主动提出迅速领证结婚。要知道这里可是不能说谎的诚实之国。伊莲娜迅速打断他的幻想，你不是还有任务要完成吗？两人迅速找上了发布任务的人，对方也只能通过书写和别人交流。他失去声音的原因也要从半年前说起了。半年前他还是国王的贴身魔女，因为国王受够了大臣们的欺骗和虚伪，于是请求魔女将谎言驱逐出国境。为了帮助心爱的国王陛下，魔女设下了一个拒绝谎言的结界，这个结界耗尽了她所有的魔力，甚至牺牲了她自己的声音，结界才成功封印在一把巨剑上。国王只需握住这把剑，整个国家将再无人能说谎。于是诚实之国诞生了，魔女自己反而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牺牲品。她因为失去魔力而被赶出王宫，走投无路的魔女决定向魔法协会求助，请一定要摧毁国王的那把剑。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伊莲娜和沙耶立刻准备着手解决问题。想摧毁剑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见国王。那么如何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潜入王宫呢？伊莲娜自信地表示，我有办法。怎样在不能说谎的国家光明正大的撒谎？当然是巧妙地利用断句啦。比如说，我们有国王的允许，这句谎言只要拆成我们有和国王的允许两句话，那就变成两句实话啦。伊莲娜就凭借着卡 bug 的能力，光明正大地走进了王宫。他们在哑魔女的引领下见到了国王。面对他们的请求，国王自然不愿意交出能拒绝谎言的巨剑，甚至还找了一帮士兵来凑热闹。强大的魔女当然不怕他们，想打架可以，那我陪你玩啊。他让沙耶挡住了冲上来的士兵，自己则决定与国王单挑。经过一番激烈的嘴炮后，伊莲娜趁机用扫帚从背后偷袭，一记重锤把巨剑砸成了粉末。禁止谎言的结界解除了，哑魔女也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她温柔地告诉国王，矫枉过正可不行哦，我们要和人民一起创造美好的国家。没错，谎言反而让国民们恢复了活力，这个国家又变得充满生机了。任务完成后，伊莲娜和沙耶即将分别离开。沙耶依依不舍地送给伊莲娜一条项链，这项链是一对哦，代表永不分离，好好珍藏吧，女童的证明。不过伊莲娜和沙耶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伊莲娜即将到达的下一个城市，就是她在日记中曾经读到的地方。多年前，这个城市内东西两边的居民互相看不顺眼，甚至想要在中央建一堵高墙。魔女来到这里后，分别向两边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不如让游客们在墙上刻下到此一游，然后比较哪边的名人字画更多，这样就能分出哪边更出色了嘛。不得不说，这个主意相当有效，两边的居民们都被激发起来了，这堵墙也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景点。伊莲娜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她一直想亲眼见到那面著名的墙，而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买块纪念品留作旅行回忆吧。
然而到了现场才发现墙没了，墙壁突然消失，还是因为沙耶。前几天他路过这个城市，毫不犹豫地在墙上刻下对伊雷娜的爱意。他跟两边的领导人提了个建议，自己这样刻字很妙啊，让国民也能在这面墙上写写自己的想法嘛。两边领导人都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这面墙就成了人们发泄情感的地方。有些人冲动地刻下了一些羞耻的话，过了2天后悔了，就跑来铲掉，铲着铲着墙壁就倒了。倒塌的墙带走了两边人民之间的隔阂，他们决定团结起来，哪怕是伊雷娜这种火爆脾气也滚不垮他们的关系，毕竟他们血浓于水嘛。你别想离间我们。你见过会帮忙打架的魔女吗？那你见过会酿酒的魔女吗？伊雷娜在旅行中来到了一个偏僻的乡下，这里有2个村庄，一个叫做这个村，一个叫做那个村，确实是个有意思的命名方式。这2个村子都以酿葡萄酒为生，但最近那个村开始进行产业转型，通过宣传葡萄酒都是村花露丝亲自采出来的哦，成功吸引了许多老色批前来购买。为了在市场上与那个村竞争，这个村的村长只能求助伊雷娜，你能帮我们制作采葡萄酒吗？只有你这样的美少女才能与对方村花抗衡。面对这种荒谬的请求，伊雷娜通常都会果断拒绝，可对方一夸她好看，她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让村里的男青年们都高兴坏了，甚至发出了姐姐踩我等炸裂言论。可惜露丝根本没把伊雷娜放在眼里，面对穿着红裙子的伊雷娜，她轻蔑地说，你这小姑娘能跟姐姐的身材比吗？伊雷娜惨遭羞辱，彻底生气，拿葡萄来，让老娘踩烂。辛勤劳作了1个下午后，伊雷娜的脚差点没踩断，她只搞出了半桶葡萄汁，这让她发现了一个疑点，那个村销量这么高，怎么可能都是露丝一个人采出来的？村长听后立刻大呼被骗，跑到对方的工厂一看才知道，原来所谓村花脚采的葡萄酒都是猛男们采出来的。那一刻老色批怒火中烧，村长立刻组织村里的青年和对方对峙，那个村也不示弱，主动维护自己的村花，越说越激烈，双方竟然用葡萄打起来。那时的伊雷娜在哪里呢？她因为喝了一杯猛男采出的葡萄酒，进入了撒酒疯状态。她用魔法将葡萄筐变成了加特林，一阵突突声打晕了所有人。第2天众人醒来，伊雷娜已经消失不见，而且通过一场葡萄大战，双方的怨恨也减少了不少。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制作葡萄酒，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扔葡萄也成了村子的传统项目，得以保留了下来。多年以后，当面对活泼的孙子时，垂老的村长会回想起这个愉快的故事。这一集明明没有刀，但是狗粮却没少吃啊。如果你问谢魔女伊雷娜旅途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故事，她一定会回答是与另一名魔女回到过去，逆转时空拯救朋友的那一次。故事始于一个相当世俗的理由，快乐的周游世界的伊雷娜终于花光了口袋里的马内，饿着肚子的她只好接委托赚钱，正巧遇上天上掉下馅饼，魔女艾斯特尔向她提出了个请求，嫌多事儿少的工作速来。伊雷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见对方答应后，艾斯特尔开始补充背景设定，原来她有一个名叫瑟尼的好友，这姑娘从小就过着苦命的生活，童年时她的父母被强盗杀害，收养她的叔叔竟是个混蛋，多年的虐待让瑟尼的内心变得扭曲，最后她走上了杀人魔的道路。3年前，瑟尼被魔法师协会抓住并被处决了，动手的正是艾斯特尔，这也成了她多年来的遗憾，所以他拜托伊雷娜一起回到过去，改变好友的人生。内容太多，让伊雷娜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回到过去？艾斯特尔解释道，这3年我一直在研究时间穿越的法阵，如今终于研发成功了。只可惜法阵需要大量魔力来推动，就像哑魔女为了结界献祭了声音一样，她也献出了大量的血液，现在一点魔力都没有，所以需要借用伊雷娜的力量。伊雷娜听后戴上了共享魔力的戒指，艾斯特尔启动了法阵，一道白光过后，他们真的回到了10年前。他们的计划很简单，艾斯特尔引走瑟尼的父母，伊雷娜则守在那里埋伏强盗，但是她左等右等都没有见到强盗的影子，手上的戒指却在此时亮起了红光。伊雷娜赶紧朝着红光的方向跑去，却看到了一幕让她终身难忘的景象。
谁能想到悲惨的童年并不是瑟尼黑化的原因，人性本恶，他天生就是个恶魔。疯疯癫癫的瑟尼狂叫着冲过来，但艾斯特尔发动了一记魔法将他打到墙上，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愤怒。他想起自己竟然为了这个人渣献出了一切，他简直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残暴的魔法从他手中释放出来，墙壁瞬间被女孩的鲜血染红，但他的重伤并没有让他哭出来，相反，他放声疯狂地大笑起来，这让艾斯特尔更加愤怒。他连续释放了一记又一记的魔法攻击，局势已经失控，眼看无法挽回，绝望中的伊蕾娜匆忙摘下了共享魔力的戒指，但这并没有阻止决意已定的艾斯特尔。关于你的所有回忆，我都不要了。是的，艾斯特尔用自己的记忆作为交换，获得了足以杀死对方的强大魔力。恶魔，去死吧！时间回到了现代，艾斯特尔已经忘记了瑟尼的一切，他成功躲过了回忆的追杀。这个痛苦而悲惨的故事，只剩下伊蕾娜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妈的，成了这两人 play 中的一环了。许久后，伊蕾娜冷静下来，前往下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偶。在如此诡异的氛围中，伊蕾娜遇见了一位手不离烟的魔法师，他名叫席拉，正在调查一系列杀人魔事件。据说凶手已经夺走了4个女孩的生命。席拉提醒伊蕾娜这个外来者要小心点，伊蕾娜却表示没事儿，杀人魔什么的我见得多了。两人分开后，伊蕾娜来到了一家人偶店，店长是一位面带仙气的少女，她极力推荐伊蕾娜购买店里的人偶，但由于她们长得太吓人了，伊蕾娜还是决定溜走了。在旅店里，伊蕾娜看见了放在桌上的一个人偶，没太多想就把它扔进了衣柜，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发生了意外。惊讶的伊蕾娜发现自己的一头秀发不见了，她只好去找魔法师席拉求助。席拉说没错，头发对女人来说可是生命啊，所以这个杀人犯实际上是个头发贼啦。两人分析了衣柜里的头发，得出结论，很可能和昨天锁进柜子里的娃娃有关。旅店老板那里正好有一只同款娃娃，通过威胁手段，他们得知了情况。这些娃娃头上戴的都是真人的头发，这些头发都来自一个地下拍卖会。二人得知消息后，立刻乔装潜入了拍卖会。在那里，他们果然看到了厅里有一只戴着伊蕾娜头发的娃娃，这可把伊蕾娜气坏了。她立刻抢过了娃娃，并且嘲讽地对全场人说道：杀人魔，你就在这里吧，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毁了你心爱的娃娃。面对威胁，隐藏在暗处的头发贼终于现身，原来他就是娃娃店那位仙气十足的店长。他得意地说道：我可是魔女哦，你抓不住我的。然后伊蕾娜和席拉一起教育了他，一顿狠狠的暴打，让他明白谁才是这部剧的主角。不图财不图利，偷来的钱都捐给慈善，做坏事只为了观察人们，在过程中体验喜怒哀乐。你见过如此奇葩的反派吗？然而这个乐观的反派今天遇到了麻烦，他被魔法师席拉带回了魔法师协会。在那里，他见到了席拉的徒弟沙耶。顽皮的席拉悄悄告诉沙耶，这家伙偷了一名魔女的假发哦，受害者戴着一个跟你同款的项链。沙耶在那一刻进入了猎杀模式，让我们默哀一下那个头发贼吧。席拉和伊蕾娜的缘分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她与星辰魔女弗兰是同门师姐妹，两人在还是见习魔女的时候就遇见了，她们都拜在同一位魔女老师门下。两人最初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你往东我偏要往西。幸好他们的老师是一个圆滑的人，比如当法杖被偷了该怎么战斗，弗兰想学弓箭，席拉想练近战，圆滑的老师说那就教你们丢飞刀吧。这天老师接了一个报酬丰厚的委托，城市的街头流行着一个名为古董堂的黑帮，他们专门找见习魔女下手，让居民们很头疼。于是他们求助于一位高级的魔女老师，老师就将任务交给了2名徒弟，我看好你们哟，只不过完成不了就逐出师门了。可惜初出茅庐的2位魔女没啥经验，尽管他们轻松解决了许多小喽啰，但遇到了对方的大部队，他们也只能束手就擒。魔女失去了魔杖，双手还被牢牢捆住，眼看剧情就要发展成不堪入目的小电影。关键时刻，水火不容的魔女们终于放下矛盾，并凭借默契的配合解开了手腕上的绳子，然后他们拔出腰间的飞刀，将这群黑帮杀得人仰马翻。
经过这一役，弗兰和席拉正式成为了好友。在出师仪式上，老师将黑头发的弗兰命名为星辰魔女，将黄头发的席拉命名为暗夜魔女。这种反着命名的方式也证明了老师有在磕哦，你俩谁也离不开谁了。现在这两位魔女经常同时放下工作，约好一起旅行，真是个令人羡慕的友谊。这座城市真是开放，不仅人类在大胆追求真爱，连猫猫狗狗也参与其中，场面真是一片混乱，想都知道肯定有鬼。此刻唯一能拯救他们的就是这两位魔女伊蕾娜和沙耶，不过因为某种不知名原因，他们互相魂穿到对方身体里去了。要说为什么这座城市有那么多要素，那还得从沙耶的任务说起。他接到希拉老师的委托，要将一个潘多拉魔盒送到这座城市。老师在他出发前叮嘱了1000万遍，绝对不能打开盒子。可是人倒霉起来是不受控制的，沙耶进入城市后就被一伙黑帮盯上了。虽然他靠着幸运躲过了对方的物理偷袭，但在离开的路上，他被一颗红色的珠子打中后背。珠子并没有让沙耶感到不适，所以他没有在意。在盯上他的黑帮却看起来计划周详。原来这颗珠子可以让命中者与另一个人互换灵魂，黑帮们的计划是让一个傻子的灵魂换到沙耶的体内，然后让那个人打开盒子，就万事大吉了。所以你猜他们找到的傻子是谁？当然是伊蕾娜了。正在伊蕾娜遇险的同时，沙耶也被一名黑长直少女掳进小巷里。定睛一看，好家伙，这不是他的亲妹妹米娜吗？原来见习魔女米娜也来执行任务的。她奉命调查这座城市的黑帮。沙耶这边正和妹妹聊天呢，突然间两人的灵魂就互换了。傻乎乎的伊蕾娜完全懵了，她看到手边有一个盒子，手欠的她毫不犹豫的就打开了，然后这座城市就彻底陷入了混乱。首先变得奇怪的是米娜，她居然一把推倒了姐姐。哎呀，这是咱们可以免费看的嘛，你们姐妹居然是这种关系。面对米娜激烈的爱意，伊蕾娜只能用一记拳头将她打晕。伊蕾娜脱身后，在街边碰到自己，这个人正是占据着伊蕾娜身体的沙耶。此时的沙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表现得很兴奋，简直无法自拔。意外的相遇让两个人都有点尴尬，就差互相问一句名字了。冷静下来后，他们开了个简单的会议，商量怎么分工。打开盒子的伊蕾娜自然要承担全部责任，但她这么自以为是的人肯定不会认错。伊蕾娜觉得现在应该全力解决问题，就约好一起找解决方案。这家伙绝对是最诚实的反派，大庭广众之下毫不掩饰地讲着自己的计划。我们给魔法师协会下达了个假任务，让他们送来了一盒超大剂量的媚药，打开后整个城市都会陷入疯狂，只有我们戴着防毒面具才能幸免。所以兄弟们，趁机抢个痛快吧。喂，您这大声密谋的样子，怕不是从诚实之国出来的吧？面对这样自保卡车般的行为，伊蕾娜和沙耶迅速将对方捆住，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对方首领的位置，二人因此轻松完成了斩首行动。原来这群黑帮就是当年的古董堂，刚出狱的他们打算重新干起这行，结果第一单就失败了，但首领却依然嘴硬，你们就只抓了我们一小撮人，其他大部队早就溜了，你们是追不上的。这时弗兰老师和席拉出现了，俩人表示大部队已经被他们解决了。哇，你们俩这辈子是和古董堂结下了仇怨呐！在魔女老师的帮助下，潘多拉媚药危机得以解决，两人的身体也换回来了。问题解决了，也到了他们分别的时候。临行前，伊蕾娜向弗兰老师问了个问题，自己曾在魔女手记里看到过剿灭古董堂的故事，难不成你们就是主角？弗兰默认了这件事，并向伊蕾娜暗示道，手记的作者正是我们的老师，那个又泄又贪财的魔女，和你很像哦。没错，手札的主人就是伊蕾娜的母亲。得知真相的伊蕾娜有了个全新的使命，她要写出一本超越母亲的手记。为此，她继续着自己的旅途。这一天，她来到了梦想成真之国。虽然是一个全新的国度，但伊蕾娜却在街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场景，这些场景都是她在前几集去过的地方。此时，远处传来了钟声，伊蕾娜望向声音的方向，哇，竟然是米拉小姐的宫殿。她决定过去看一眼。这次迎接伊蕾娜的不是疯狂的公主，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谁能想到这座城堡里竟然全都是伊蕾娜的分身，她们来自不同的时间线，有元气少女伊蕾娜，有大聪明伊蕾娜，还有拽姐伊蕾娜，甚至有中二病伊蕾娜，包括毛子伊蕾娜、萌王伊蕾娜和僵尸伊蕾娜。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对抗一个暴力的伊蕾娜追杀。这个暴力伊蕾娜来自主世界，她被选中成为主角伊蕾娜，因为她没有任何特点。主角娜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众人都臣服于她，她立刻坐上了代表领导的位置。但刚坐下没多久，墙壁突然爆炸，开了个窟窿。鲍丽娜主动找上门来，鲍丽娜的战斗力真的很强大。聪明娜想要绕后偷袭，结果被一招反击。3个摆烂娜想要集中火力攻击，结果被鲍丽娜引入陷阱，原地开战。其他伊蕾娜也纷纷受到了鲍丽娜的攻击，唯独剩下主角娜一人，看来最后还是得单挑啊。在正式开始战斗之前，主角娜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鲍丽娜是唯一一位短发的伊蕾娜。是的，在鲍丽娜的世界线上，她没有夺回自己在人偶之国失去的一头秀发，这一切都源于她在前往人偶之国之前经历了薰衣魔女艾斯特尔的悲剧。是的，那个悲伤而痛苦的故事只发生在鲍丽娜的世界线上，其他的伊蕾娜们，甚至包括主世界的主角娜，都没有经历过那段故事。鲍丽娜因为那件事而陷入了沉沦，她对平行世界的伊蕾娜充满了怨恨，他们可以快乐地享受旅程，所以她在梦想成真国许下了一个愿望，就是让其他伊蕾娜们感受她的痛苦。这就是伊蕾娜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主角娜对鲍丽娜的经历深感遗憾，但这并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他们俩就开始在天空中激战起来，打了好一阵子，两人都累得精疲力尽，还没有分出胜负。看着鲍丽娜倒在眼前，主角娜终于掏出了她的被动技能嘴炮攻击。他告诉鲍丽娜，痛苦不应该默默承受，说出来才能解脱，就像弗兰老师教我们的那样。所以你能给我讲讲薰衣魔女的故事吗？我可以用我这几年旅途的见闻来交换。在主角娜的女童魅力下，鲍丽娜终于被水仙征服，于是由伊蕾娜组成的国家恢复了和平，所有时间线的伊蕾娜都可以随意进出参观，他们互相分享着旅途中的故事。主角娜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把所有伊蕾娜的故事整合成一本书，相信这本书一定能超越母亲的手记。所有的伊蕾娜都赞成这个主意，经过共同商讨，他们决定书的名字叫做《魔女之旅》。